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聊聊豆浆优格。那这个豆浆优格呢，其实是粉丝点播，大家的留言我都有认真看的，其中就有很多人问说，为什么用豆浆养优格很容易失败啊？其实一开始呢，我还真的不知道豆浆可以养优格，从来没有听说过，是大家留言我才知道的。不过其实说起来还是很有道理的，因为乳酸菌是指把糖转换成乳酸的菌，所以只要液体里面有糖分，都是可以拿来养优格的。不管是豆浆、糙米浆、杏仁浆，只要里面有足够的糖，都是可以拿来养优格的，只是做出来的质感可能不太一样。我们今天呢，会先来大致一下认识乳酸菌跟优格，接下来会教大家如何简单的做出豆浆优格，用一个比较容易成功的方法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马上开始吧。那刚刚有讲到，乳酸菌其实是一个通称，任何可以把糖类转变成乳酸的细菌，我们都叫做乳酸菌。那乳酸菌其实有非常多种，而且其实乳酸菌并不等于益生菌，所以现在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优格，多半都是特地去培养认为对肠道有效的菌种。那在选购优格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要注意，通常我们认为益生菌要能够有效的发挥作用，最好有3到5种不同的菌交互作用，效果可能会比较明显。所以现在大家看市面上的优格，多半都会强调说它们有2-3种以上的菌种交互作用。那每一种不同的菌种有不同的好处，时间上的关系我们就不讲太多了，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查一下。如果我们今天比较一下豆浆跟牛奶主要的营养成分，其实它们是非常类似的，它们的糖类跟蛋白质的含量其实差不多。油脂的话，豆浆明显是比全脂牛奶少非常多的。那每一个厂牌做出来的豆浆可能不太一样，有一些厂商做出来的稍微稀一点，它的糖分跟蛋白质都会比较低，这个你从营养标示上是可以看得出来的哦。好，那再来我们就要讲到为什么豆浆优格容易失败。很多人养豆浆优格的时候都说容易养出来太水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实际上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蛋白质太少。这边呢，我们把之前起司通识课的教材重新拿出来，牛奶里面其实主要有3个成分，酪蛋白、脂肪球跟乳清蛋白，其中最特别的呢，就是这个酪蛋白，它本身是很多酪蛋白丝聚集成的一个球。我们之前在起司通识课里面也有说过，当酪蛋白遇到酸的时候，整个酪蛋白会散开。那在起司里面，因为一次酸加很多，它们就会沉淀。但是在优格里面，这个酸是慢慢的释放出来，所以它可以让酪蛋白有时间慢慢凝结成一个网路状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优格养出来会像布丁一样软软的、水水的，可是又好像是一个固体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因为酪蛋白在优格发酵的期间，有时间慢慢的排列，而形成这样一个整齐的网路，才可以形成我们所知道的这种优格的样子。那再来，为什么我会说豆浆优格容易失败，是因为蛋白质太少呢？豆浆蛋白质成分不是跟牛奶差不多吗？其实呢，传统上如果要把牛奶拿去做成优格，通常都要先把牛奶加热过。加热主要有3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当然是杀菌，避免有乳酸菌以外过多的菌种。再来第2个原因是可以让乳清蛋白事先变性，这样做出来的优格可以比较均质一点。最后第3个其实才是最重要的原因，是浓缩蛋白质。让蛋白质浓缩过后，优格的强度会比较增加，会像我们现在市面上看到的这样布丁的形状，不然做出来就会像优酪乳那样稀稀的。那这样讲是不是好像还是有点难以相信？所以一样，我们来看电子显微镜。这篇 paper 呢，提供了3张图，分别是由3种不同蛋白质成分的牛奶养出来的优格。由左到右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当蛋白质成分越高的时候，整个酪蛋白的网路是越致密的，所以整个优格就会越像一个固体，越像一个布丁，而不会水水的像是优酪乳。值得一提的是呢，这张图很可爱哦。除了刚刚的酪蛋白之外，有没有看到优格菌在里面呢？优格菌其实有像这样长长的，也有像这样一粒一粒的，是不是真的很可爱啊？好，那么原理的部分就到这边，是不是真的很简单？实际上我们只要把蛋白质浓缩就可以了。那这边我们就来看怎么简单的做出豆浆优格吧。好，首先第一步当然是你要有豆浆。这个豆浆是我之前 COVID 囤粮剩下来的，算是很标准营养成分的豆浆，240ml 里面有8克的蛋白质。把这些豆浆倒到一个大锅子里，我们的目标是要浓缩蛋白质。这边我用的是最传统的方法，就是煮沸就可以了。注意这边我选的是一个超大的锅子，之前也跟你们说过，当液体里面有蛋白质的时候很容易起泡，所以煮沸的时候豆浆会突然之间冒非常多的泡泡，只要把火转成小火，泡泡就会消下去的。煮的过程中偶尔搅拌一下，底部不要烧焦就可以。
不过表面呢会浮现一层像这样的豆皮，这种新鲜的腐皮或豆皮在日本称为汤叶，其实是蛮好吃的。你要把它拿出来吃也可以，不过因为这边的目标是增加豆浆的蛋白质，所以我是把它重新搅拌进豆浆里，它是会融化的。煮到豆浆剩下差不多一半的时候，放凉到室温就可以了。接着拿出我之前养好的豆浆优格，可以看到这个完全没有浓缩过的豆浆养出来真的非常的水，像是优酪乳一样。这个我是用这个牌子的优格养的，不过你买任何你喜欢的牌子都可以。把剩下的豆浆优格或是任何市售的优格倒进这个大锅子里面，比例上不用太在意。不过如果你需要一个建议的话呢，优格的容量大概是豆浆的1/8左右。把搅拌好的豆浆放进一个容器里，因为优格菌是间性厌氧菌，所以最好还是盖上盖子隔绝空气。也可以像这样放进小小的布丁杯里面，再盖上矽胶盖。接着把优格放在室温，慢慢等待1个晚上就可以啦。之所以说可以用室温呢，是因为优格菌生长的温度大概是15度到40度C 之间。那有些人呢喜欢用大同电锅的保温功能，可是其实大同电锅的温度很容易超过50度C， 会杀死优格菌的，所以实际上放在室温是比较保险的。另外，由于优格菌在低于10度C 的时候几乎不会有活动，所以如果室温真的太冷或是放冰箱的话，是完全不会成功的哦。另外就是刚刚说的，优格成功的关键是在慢慢的变酸中，蛋白质可以好好的凝结，所以如果在优格发酵的期间扰动它是会失败的，所以记得千万不要动它哦。隔了1个晚上之后打开一看，就变成我们所知道的优格啦。虽然如果你习惯吃的是 Greek yogurt， 可能还是会觉得有点太稀，不过如果我们把它跟完全没有浓缩过的豆浆养出来的优格比较一下，还是可以看得出来浓缩过的豆浆养起来是粘稠非常多的哦。那我之前也曾经尝试过把豆浆煮到剩下大概8分，可以看到要是豆浆煮得越稠，养出来的优格也是会越浓稠的。至于这种放在布丁杯里面的，养起来是很漂亮的哦，就像是一个小小的奶酪一样，上面放一些果酱就可以当一个精致又健康的小点心了。好，又到了我们说结论的地方了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豆浆优格很不错，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。我真的觉得超级无敌好吃。我个人其实不是个非常喜欢豆浆的人，我觉得豆味太重，我不是很喜欢。但做成豆浆优格之后呢，那个豆味就变得很温和，配上优格的酸味，我真的觉得很好吃。而且重点是呢，它是一个纯素的产品，所以不管是碳排量、耗的水的量，还有对动物友善的成分，都比真正的优格好太多了。那其实做起来也蛮方便的，只要每次吃的时候剩下一点点，加入新的豆浆继续养，就有生生不息的豆浆优格。所以实际上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东西哦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麻烦订阅我的频道，帮我按赞分享，给我一点鼓励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